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很多人看完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黄循财总理的讲话，会有一种感觉，这不就是一场很标准的外交发言吗？讲合作，讲开放，讲中国的重要性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只听到这些，你其实什么都没听懂，因为这场讲话真正讲的不是外交关系，而是一个更现实也更关键的问题：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要靠什么？你仔细看他讲的每一段内容，从世界正在变得更分裂，到多边机制越来越难推动，再到中国的市场、技术、规则，甚至东盟合作，这些都不是随便说的。他背后其实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在一个正在分裂的世界里，新加坡要把未来压在哪里？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讲表面的外交语言，我们把这场讲话拆开来看，它真正透露的是新加坡经济的底牌。如果你要理解黄循财总理为什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反复强调世界正在变化，你必须先看一个更大的背景。这个变化不是情绪判断，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。过去20-30年，全球化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哪里成本低，就把生产放到哪里，哪里市场大，就把商品卖到哪里。但现在这套逻辑正在被打破，比如这几年，你应该已经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。美国对中国的芯片限制已经不只是商业竞争，而是直接影响全球科技产业链。欧洲开始推动所谓去风险化，企业不再只考虑效率，而是要考虑安全和阵营。甚至连国际机构，比如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，都在反复警告一件事：如果世界继续这样分裂下去，全球经济长期可能损失接近7%的 GDP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世界是一个市场，但现在正在变成多个阵营，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规则就不再统一了。这也是为什么黄循财总理在讲话里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：传统的多边机制越来越难推动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温和，但背后其实非常严重，因为一旦这些规则失效，世界就会变成没有统一规则，各玩各的。那问题就来了。对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要知道，新加坡不是一个普通国家，它的经济高度依赖全球贸易，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全球连接之上的。所以，当世界开始分裂的时候，大国可能还有空间腾挪，但小国往往是最先感受到压力的那一个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场讲话的真正起点不是中国，而是世界已经变了。而新加坡必须先做出反应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变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很多人对新加坡有一个直觉，觉得它很发达、很稳定，好像不太容易受到外部冲击。但真实情况其实刚好相反。根据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的数据，新加坡的贸易总额长期超过 GDP 的30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简单说，新加坡赚的大部分钱都不是在本地完成的，而是依赖全球的流动，资金在流动，货物在流动，供应链在流动。只要这些流动存在，新加坡就在中间创造价值。但只要这些流动被打断，问题就会立刻出现。这一点其实已经发生过一次。2020年疫情的时候，全球供应链突然中断，航运受阻，边境封锁，贸易下降，结果就是新加坡经济直接出现了大约负4.1%的收缩。这不是金融危机，也不是内部问题，只是因为世界突然不流动了。这件事说明一个很现实的逻辑：新加坡并不是怕竞争，它真正怕的是世界不再开放。因为只要世界还在连接，它就有空间；但一旦世界开始分裂，它就会被卡在中间。所以你再回去看黄循财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那场讲话，他反复讲开放、讲规则、讲合作，这些并不是外交上的客套话，本质上他是在强调一件事情：新加坡必须确保它始终处在连接之中，因为一旦失去连接，新加坡的问题不是增长变慢，而是整个经济模式都会受到冲击。而当原来的全球体系开始不稳定的时候，新的问题就出现了。如果连接必须重新选择，那它要介入哪里？如果连接必须重新选择，那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了。在一个正在分裂的世界里，新加坡要介入的不只是一个国家，而是一个能够持续提供增长的系统。
这也是为什么在那场讲话里，中国被反复提到。很多人会把这理解成一种外交上的重视，但如果你把内容拆开来看，就会发现它其实讲的是3件非常具体的事情。第一是增长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出口，而是内需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是世界工厂，但现在它正在变成世界市场。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，而且政策方向也在不断强化消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的增长不再只是靠生产，而是来自消费本身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因为它本身并不生产大量商品，它更擅长的是金融、贸易、服务、物流这些连接型行业。当中国的消费能力扩大，这些行业就会被直接带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未来的钱是在中国市场流动的，那新加坡必须在这条流动路径上。第二是技术。很多人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制造业强，但实际上这几年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技术能力。比如新能源领域，中国的电动车销量已经占到全球60%以上，光伏产能更是占到全球80%以上。这些不是概念，而是已经发生的规模优势。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参与技术变革，而且有能力把技术快速落地、快速扩散。对新加坡来说，这一点同样重要，因为未来的产业不只是金融，而是金融加科技加能源的结合。如果你不在技术链上，你就很难在下一轮产业里占到有利位置。第三是规则，这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一点。在讲话中，黄循财总理直接点名支持中国加入像 CPTPP、DIPA 这样的高标准协议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这是在讲贸易。但其实这讲的是另一件事情，谁能进入规则体系，谁就能参与制定规则。过去规则主要由欧美主导，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提升，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。如果中国能够更深度地进入这些高标准体系，那未来的贸易、数字经济规则很可能会被重新定义。而新加坡的选择其实很清楚，他希望中国不仅是市场，也是规则的一部分。因为只有这样，它才能继续在规则之中获利。所以你把这3点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情。新加坡在这里看的不是某一个国家，而是3个维度的重合：增长在哪里，技术在哪里，规则往哪里走。而在当前这个阶段，这3个东西正在越来越多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。当增长、技术、规则开始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，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合作，而是你要不要把未来放进去？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了。过去的逻辑是，只要进入全球体系就能参与竞争，但现在世界正在变成多个并行的体系，不同的规则、不同的标准、不同的合作圈子。这也是为什么黄循财总理在讲话里提出了一个词 plurilateral， 也就是小范围、多方合作。这听起来像一个技术词，但本质上它在描述一个现实：全球统一规则正在变难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更小、更紧密的合作网络。在这样的结构下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，不再是简单的合作或者不合作，而是你选择进入哪个体系。对大国来说，这意味着竞争，但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，这其实是另一种问题。它没有空间去主导体系，它只能选择进入哪个体系才能获得增长。所以你再回头看整场讲话，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逻辑：新加坡并没有在选边，他也没有在讲立场，他在做的是一件更现实的事情，在一个正在重组的世界里，把自己放进最有可能产生增长的那个结构里。当这些变化发生在国家层面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觉得离自己很远，但其实它正在一点一点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。因为新加坡的经济本质上不是一个内部循环的经济，而是一个连接外部的经济，所以外部的变化最终一定会传导到本地。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就是机会从哪里来。如果未来的增长更多来自中国市场，那新加坡的很多行业就会围绕这个方向重新调整。比如金融行业会继续强化人民币业务、跨境融资、资产管理这些和中国相关的板块。物流和航运
也会更多服务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流动。再比如科技和能源，如果中国在新能源、数字技术上的优势继续扩大，新加坡也会更多参与这些产业链，而不是只做传统服务。这些变化听起来很宏观，但它会慢慢变成很具体的结果。比如就业机会在哪些行业增加，哪些行业开始转型，哪些岗位需求变多，哪些技能变得更重要。你会发现，未来在新加坡赚钱，可能不只是看本地市场，而是看你能不能连接到区域，甚至连接到中国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场讲话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在于他说了什么立场，而在于他已经把一个方向讲得很清楚了。新加坡未来的机会，不是在孤立的本地，而是在它如何嵌入整个区域的增长之中。所以你再回头看这场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讲话，它表面上讲的是合作、开放、规则，但真正讲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：在一个正在分裂的世界里，新加坡要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哪里？黄循财总理没有在选边，但他已经很清楚地在做一件事情：选择增长。当增长、技术、规则开始重新组合的时候，新加坡要做的不是站在哪一边，而是站在最有可能产生机会的那一边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场讲话听起来很克制，但其实信息量非常大，因为他已经把一件事讲得很明白了。未来的新加坡不会只是一个本地市场，而是一个嵌在区域、连接大市场的节点。那问题也留给你，如果你在新加坡，你会把自己的机会放在哪里？是在本地，还是在更大的区域，甚至中国市场？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觉得这个分析对你有启发，记得点赞、分享，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